同学们，前面我们学习了糖的分解与合成代谢，下面我们继续学习脂肪的分解与合成过程。首先，我们学习脂肪的消化与吸收。脂肪是生物体中重要的贮藏物质，它将能量和各种代谢中间物提供给各种生命活动。动物可以利用食物中的脂肪或自身的注脂作为能源物质。油料种子萌发时所需的能量及碳价也主要来自脂肪，这都是通过脂肪的分解代谢来实现的。脂类可以被划分为脂肪和类脂两类，类脂又分为磷脂、糖脂和胆固醇。图中为人的消化系统概略图，图中为人体的主要消化器官构成的消化系统，消化器官的作用以及消化器官参与消化食物的类型，脂肪、蛋白等等。动物体中脂肪的消化需要3种脂肪酶参与，逐步水解甘油三酯的3个酯，生成甘油和脂肪酸。脂肪在胃脂肪酶的作用下发生有限的消化，脂肪的消化主要发生在小肠。脂肪在小肠内的消化过程可以概括如下：一、胆汁盐乳化脂肪形成混合微团；二、肠脂肪酶分解脂肪，最终分解为甘油和脂肪酸；三、肠黏膜吸收分解产物，再转化为脂肪；四、脂肪与胆固醇、脱腹肌蛋白结合，形成乳糜微粒；五、乳糜微粒通过淋巴系统和血液进入组织；六、在组织中重新水解脂肪为脂肪酸和甘油；七、脂肪酸进入细胞，最后脂肪酸被氧化释放能量，或在肌细胞中氧化分解释放能量，在脂肪组织中被重新酯化为脂肪储存。脂肪的消化过程需要胆汁对脂肪的乳化作用。图中左侧为肝脏、胆囊、肝胆总管及胃的相对位置图，右侧为人的消化系统图，不同食物成分在消化道中的消化情况，最后食物残渣被排出体外。脊椎动物食物中脂类的消化与吸收，图中脂肪的消化与吸收共分8步反应进行。脂肪先在小肠内被肠脂肪酶分解，最终分解为甘油和脂肪酸。脂肪酸在小肠中被吸收，小肠黏膜吸收并转化脂肪酸为乳糜微粒，乳糜微粒通过淋巴和血液系统运送至组织细胞，毛细血管中的脂肪酶水解乳糜微粒为脂肪酸。同学们注意，最终在肌细胞内，脂肪酸被彻底氧化分解为二氧化碳、水和 ATP， 供给细胞吸能反应。在脂肪组织的脂肪细胞内，脂肪酸被重新合成动物的储存体脂。